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欧阳的视频频道。那么经过了我们上一期基本的这个进阶的了解以后呢，这一期我们就正式的来进入高级的插件讲解。温馨提示，这是欧阳的 ComfyUI 系列教程，如果你还是新手的入门阶段呢，可以查看欧阳之前的一系列新手的入门篇教程啊。那么说到 ComfyUI 的高级部分呢，其实设计的东西方方面面特别的广啊。大家也知道这个插件是特别的多，但是有几个核心的功能插件是不得不讲的。所以在高级篇中呢，欧阳将跟大家系统的分享两个插件。那第一个插件呢，我们这边看过来啊，没错，就是大名鼎鼎的 IP Adapter。它的主要功能是迁移我们提供任何素材的图像风格，准确的说是一个风格的识别。作者给出来的定义是可以将其视为一张图像的 LoRa。未来在方方面面我们都可以用这个插件来进行风格的迁移，又或者是人物的固定，也就是大家所谓的这个风格一致性，又或者是角色的一致性啊。那么第二个插件呢，就是这个Impact。其实这个插件包的功能特别的复杂，方方面面包括了很多，但是欧阳选它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呢，是它在遮罩处理上有一个很完善很系统的这么一个节点组。那至于其他的呢零碎的一些东西呢，其实我们在任何的其他拓展插件里面都可以平替或者是代替。那么这就是未来我们进一步了解的内容啊。但是在这之前呢，我们还要说明一下这个插件的结构啊，因为现在的插件特别的多啊，特别的繁杂，大家看的眼花缭乱，也不知道来龙去脉啊。未来我们既然主要了解这两个插件呢，首先 IPA这个作者呢，他有一个工具集，在上一期我们说过啊 ，Essentials 算是作者补全系统没有的一些功能所开发的这么一个工具集。那么至于 Impact 这个作者呢，他也有一个 Inspire 这么一个工具插件，也是作者为了补全这个包或者是辅助这个包开发的另一个工具集。那这两个结构我们要弄清楚，等会儿我们进 ComfyUI 里面来看啊，主要都是起到的一个辅助作用。大家提前把这个插件的结构弄清楚，我们就可以正式的进入这一期的 IP Adapter 教程环节。OK， 那么现在我们来到 ComfyUI 呢，我们先看一下插件的结构啊。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Impact 一系列的节点，那么作者的辅助工具包呢，就是这个 Inspire。我们之前也说过，还原 SD 的一个采样节点就是这个工具包里面的，对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 IP Adapter。翻译过来是 IP 适配器。那对于 IPA 其实我们看到的节点没有几个啊，但是它的使用方式和方法是很多的，变化是无穷的啊。那接下来就是它的 Essentials 这么一个拓展补全的一个插件包。简单的看了一下结构以后，大家安装插件这里我们就不多说了啊，启动器不一样，安装的方式都不一样啊，我们直接略过，因为我们这已经不是基础教程了啊。OK， 现在我们继续回到作者 GitHub 来看一下啊。那至于 IP Adapter 这个插件呢，现在已经发展了很多的拓展功能和拓展模块了。我们初期先捋个框架啊。对了，这里要说的就是作者的这个视频频道了啊。这个作者真的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作者，所讲的内容也是特别有深度的。像之前欧阳这个进阶理解部分呢，大家如果看过这个作者的视频，就有说啊，借鉴了他不少的东西和内容。那如果有条件的朋友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如果没有条件或者是不想啃这个原版的英文视频呢，那直接看欧阳的中文教程就 OK 了。当然了，对于想刨根问底的朋友呢，可以先看作者的视频，再回来看一看欧阳的理解，也是不完全一样的啊。O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下 IP Adapter 现在的一个框架，我们就简称 IPA 吧啊。目前呢，作者一共兼容了3个框架。第一个框架呢，是作者的原版 IPA 的一个运算方式啊，它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模型，那我们就称之为 IPA 的原始解释方式。那么第二版呢，是作者融入了 Face ID 的一系列脸部识别的模型。那这一系列呢，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模型主要是为了还原人物的脸部或者迁移人物的脸部特性而设计的。那么这个 Face ID 的一个项目呢，其实不是作者开发的，只是作者呢兼容了 Face ID 的这样一个框架。那么第3块呢，还有一个在这个 GitHub 上没有啊，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Instant 又一个新的一个面部识别或者是面部特征迁移的一个项目。那这个呢，也不能说谁好谁坏吧，只是说又一种基于面部运算的一种算法，各有优缺，只是说它又是一套系统。这套系统呢，需要我们在本地配置 Instant ID。值得一说的是 IPA 这个作者也加入了这个项目的开发，以后呢，对 IP Adapter 这个插件来说，这个项目的兼容性也是会越来越好的。OK， 那么说到这里呢，相信大家就已经了解目前 IPA 所兼容的一些大板块了啊。
说到这以后呢，我们就来从头梳理讲解第一部分，原生的 IPA 是怎么构建、怎么使用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这里发布了很多 IPA 的模型啊，这个模型呢是运用于应该算是一个特性提取或者是特性解释的不同版本的一个模型。那么在这个模型基础上呢，这里呢还有2个 Clip 模型。那 IPA 的技术呢主要是基于图像编码，所以说对图像处理呢是需要有一个编码模型的。那么这个编码模型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提供了2个，第一个编码模型呢参数稍微少一点，第2个模型呢参数稍微大一点。那之后呢，我们来到 Hugging Face 原理图呢之后我们再说。首先我们要看到 Image Encoder 这个图像编码模型有2个，第一个呢是原版 H14 的是 620M 的一个参数量，第2个呢这个参数就要多一些，到了 1844M。 接下来呢我们需要下载这2个编码模型，下载到哪里呢？我们来看一下。对于图像编码来说，我们放到的应该就是这个 ConfigUI 目录下 Models 文件夹下，我们找这个 Clip Version这个文件夹。那这个模型下来以后我们是要重命名的啊，那命名的方式呢你随便。那这里为了清晰理解，我只是简单命名，一个是 1.5 的小参数，一个是 SDXL 的大参数，2个模型。那之后呢我们就需要下载我们这个 IPA 的模型也就是这边我们看到的这些模型全部下载到 ConfigUI 的插件里面来啊，自定义节点里面找到 IPA 对吧？ IPA 这边呢我们要找到它的 Models 这样一个文件夹，可以看到我也全部下载到这里了。到时候这些文件我也会上传到网盘分享给大家，大家放到自己的目录位置就可以了。另外要说的是，这个作者呢做了模型的迁移，准确的说应该是支持了模型的迁移啊。有朋友说这个很多的插件的模型必须放到插件文件夹，无法共享啊，这个 IPA 是可以的。我们可以看到一样，我们在这边找到设置文件夹，这个我们在第1期安装的时候就说过对吧？这个文件名称是一样的 Models Path， 然后我们直接来编辑，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关键词我们复制，然后放到我们下面来。之后呢我们把我们的路径，就是我们的共享路径放到这里面也可以，就不需要放到我们这个插件的 Models 里面去了。 OK， 基础了解到这里以后，我们来到 ConfigUI 说一下它的搭建方式啊，其实特别的简单。我们右键直接找到 IP Adapter 的适配器，它当然也是一个单独的模块，按照我们之前的理解，每个应用模块它都有一个处理核心，处理核心一样是 IP Adapter Apply 这样一个应用的节点。通过这个节点呢，我们来接入到我们的生成流程当中就可以让它正常的发挥作用了。那么首先我们来判断一下它是基于哪个管道直接通过输入和输出我们就能很明白的看到是走的是模型管道，对不对？把主模型的数据给它，模型输出给到 Ksampler 之后呢，我们只需要给它输入相应的它需要的一个接口数据就可以了，对不对？首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IP Adapter 一个适配器就是一个 model 我们这里翻译成英文吧。所以这里我们简单看到 Apply IP Adapter 就应用我们这个模块。然后呢，我们第一个输入的就是 IPA 的 model， 我们来直接加载一个 model， 可以看到 IPA Model Loader， 对不对？一个加载器，加载模型就是我们下载到插件目录当中的这一系列模型。那之后呢，我们就要输入的一个 Clip 编码模型，同样我们拉出来直接 Loader Clip， 可以找到我们下面的 Clip Version 一个 Loader。这一个加载器呢，其实是我们 ConfigUI 自带的，可以通过右上角看到那么在下面呢，我们就需要输入我们的图像，这里呢我们就直接来加载图像。那么同样是图像输入和 ControlNet 也是一样的，我们给它什么样的预处理图像对这个处理器比较友好，不能说是特别大分辨率的，也不能说是一个全景。那当然如果我们要风格识别，可以给它一个全景的风格。如果我们想要人物识别、服装识别，是不是就应该给到不同的一个图像的裁剪，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取景了，对吗？更好的处理一下呢，我们可以通过作者的这样一个图像预处理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Prepare Image for Clip Version 就是一个图像编码之前的一个预处理方式其实这个东西没什么特殊的算法，它就是一个图像的裁剪。作者给我们提供了不同的裁剪方式比如说向上对齐、向左对齐、向右对齐、居中对齐等等的那这样的话呢，分辨率是符合我们这个 IP Adapter 的。我们直接来这边 Preview Image， 下面呢可以看到同时还给我们增加了一个锐化的选项，那我们可以稍微添加一点锐化来提升我们这个图像的清晰度或者是质感这都是可以的。那有了这个图像输入进来以后，我们来说一下模型对于 IPA 的这些默认模型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那么这些模型我们首先要分2类，第一类呢就是 1.5 的，我们适用于 1.5 的模型，比如说我们这边加载了一个 Dreamshipper 8，这是个 1.5 的模型。如果 XL 呢，我们自然就是选 XL 了。那么除了这2类以外，还有一个 Face， 这个 Face 就是作者早期对面部特征提取和识别
别的这2种模型。那这个到时候我们可以简单的来试一下。对于作者原始的这些模型，我觉得它最强的是对于风格的体现和一个风格的转绘。可以看到有 IP Adapter 1.5， 这是最原始的一个模型。那么这个 1.5 模型呢，我们自然要对应这边 Clip 模型当中的一个 1.5 啊，也就是我们那个轻量级。因为这个地方我是重命名了啊，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记忆点啊来进行一个重命名，反正是一个小参数的轻量级，一个大参数的一个重量级。接下来我们来看应用这一边啊，也没有什么。第一个呢就是权重，第二个呢是为我图像呢再加一些 noise， 下面自然是介入时机和退出时机，中间呢还有一个采样方式啊，有原始有线性，还有一个通道方式。我们默认呢就是用原始的采样方式，最下面这个呢我们之后再说。那现在呢我们把题词全部删掉啊，不要题词，只要一个简单的负面的 embedding。采样方式我们也不变啊，20步8的 CFG， 然后我们这边选个 Euler A， 直接来运行。OK，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像啊，可以看到这个图像有点糊了，对不对？其实这种现象呢，就是过拟合的一个现象。为什么会过拟合呢？因为我们这边的权重给的比较高，上期我们也说了，这边的 CFG 要往下降。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它降到6。然后同样呢，我们步数稍微给它增加一点，增加到25，那这样呢，它就比之前的效果要好一点。同时呢，我们来把这个原图拿过来，可以大概的比较一下。那么之后呢，我们再对采样器和题词进行一下升级。我们这里给它简单的一个题词，同时下面的采样器我们稍微选择一个好一点的采样器。再之后呢，因为我们有了题词了，因为它这个 clip 的权重是特别的重，我们需要把它的权重往下降一降，意思就是把这个权重让给题词一点点，这样的话呢，我们的题词会稍微起一下作用啊。之后呢，我们再来生成。那现在可以看到呢，我们这个图像就要比之前强很多，同时呢，基本上还原了我们这边给它原图的一个风格。那么对于采样这里的相关的参数的关系是什么样呢？这里我们简单的来说一下原理啊。来到 Hugging Face，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原理图啊。那么 IPA 其实是结合了 text encoding 文字编码和 image encoding 图像编码的2种编码方式，把这个 token 打包成 embedding， 然后呢再插入到我们扩散的过程当中，也就是我们这个 U-Net 这个模型管道当中去的。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我们初级文生图教程当中讲过一个 onclip， 就是一个逆向生图的一个方式。从我们这边啊，最后生成的这个图像是反过来的，对吧？先有图像，然后将图像呢编码以后给到 clip， 然后 clip 呢结合文字再生成一个图像，这就是个 onclip 的一个过程，是个反向编码。那么 IPA 呢，其实是在那个基础上呢进行了一个大幅度的升级。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图像传输给我们 apply IPA 以后呢，它是先用这个 clip version 的这么一个模型去解释我们这张图像，解释成什么呢？解释成为token， 有了 token 以后呢，再通过 APA 的优化模型将 token 的特性提取出来，来优化这些 token， 有可能是挑选重点，也有可能是将权重平均化处理，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它会把这个模型从图像中提取的 token 进行一系列的处理，最后呢打包成 embedding， 再由这个 apply 通过模型的管道传输给我们 K-Sampler。那所以说这一步呢 K-Sampler 接受的是2组 embedding， 也不一定是2组啊，是2类。一类 embedding 呢是从我们这边过来的 image encoding 的一组，还有一组呢从我们这边 text encoding 的 embedding， 所以这边最终是一组是结合文字的 embedding 过来的，一组是结合 image encoding 的 embedding 过来的，然后将这2个进行处理，发送给模型进行生成的。那这就是它的一个底层原理。如果没有看上一期我们对这个 text encoding 整个的一个编码过程的原理了解，那这一块呢相信大家就听不懂了啊，可以倒回到上一期去看一下。那最后我们来说3个参数之间的关系，哪3个呢？就是这个 apply 所负责的图像编码 prompt 的文字编码以及 K-Sampler 采样的3者关系。为什么我们在有了题词的情况下要把这边的权重降低？因为2边产生的都是 embedding。那么如果 API 这边的权重高了的话，其实就会把我们题词这边大部分的权重给顶掉。所以我们要想让题词发挥更大的作用呢，一要降低我们这边给到的权重，二要适当的降低这个 CFG。这样的话呢，我们的题词和我们这个图像的提示2组 embedding 才能达到一个平衡。那么了解了基本的原理以后呢，我们就来说一下 IP Adapter 的模型。那现在我们用的是默认的 1.5 的这样一个模型啊，不同的模型其实也有不同的权重。其实在实验当中呢，欧阳觉得在风格转绘上它的效果最好的一个模型是 Plus。那 Plus 和 1.5有什么区别呢？ 1.5 最终提取和浓缩出来的 token 是8个， Plus 的 token 呢达到了16个，所以说它对图像的解释和还原的能力就更好，同时它的权重也更高。比如说现在我们把权重给到1，这边的题词删除掉，下面呢我们也可以只给一个简单的负面提示词，然后现在我们来进行生成。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对比 1.5 对于人物的还原度更高，对于原图的发型、服饰甚至是姿势都是相同的。那我们来对比一下之前 1.5 的 IP 模型，可以看到是这样的，而我们现在直接用 Plus 呢是这样的。所以说对于风格牵引来说，我一直觉得这个 Plus 的模型是特别好用的。现在呢我们把它的权重降低一点点，同时呢我们再把提示词拿过来 OK，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生成了一个和我们的原图风格相似，同时呢又有我们模型特性以及我们提示词特性的图像啊，女孩的图像了。当然在这一步呢我们还有一些额外的选项啊，就是这个 noise， 这个 noise 呢其实有点相当于重绘幅度，是 IPA 的重绘幅度。如果我们觉得 IPA 的强度太大，我想让它更偏向于模型，让整个的画面更光滑啊，或者是重绘一下呢，我们可以稍微给它一点点噪音啊，这样的话呢它就有起到了30%的一个重绘的效果。这样的话可以看到它的审美或者是出图的方向呢更偏向于我们这个模型所理解的 beautiful girl。 那这就是我们如何使用 IPA 来借鉴我们参考图的风格，同时生成模型擅长的一个画面的一种常用方式。那说完 1.5 以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那对于 XL 的模型呢，我们之前说过啊，图像编码模型我们可能会用这个大参数的，但是其实这个大参数的用的并不多。对于 IPA 模型来说啊，原始的 SDXL 已经废弃了，所以现在来看啊，这个用于图像编码的大参数模型呢，只有这一个模型是兼容的，也就是使用 1.5 的模型来用这个大参数的图像编码模型。至于其他 SDXL 我们可以看到后面都有 VIT-H，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指定匹配我们这边这个小参数的图像编码模型。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来试一个 SDXL Plus 的这么一个模型，同时呢我们把我们的主模型换成一个 SDXL 的，然后我们把分辨率调到1024，参数不变，直接来生成。 OK， 那么对于 XL 模型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分辨率提高了，所以说这个图像要比之前 1.5 的细腻一些，但是可以看到稍微还是有一些糊，我们还是可以稍微调整一下下面的一个参数以及采样的方式。这里由于时间原因我们就不多试了，之后我们还可以试一下利用 1.5 的模型来调用这个大参数的图像编码模型的效果。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搭配效果是如何的。同样下面的模型我们还是回到 1.5 的模型，然后我们再来生成。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参数的图像编码模型呢，它相对来说就要更细腻一些，即便是用 1.5 的模型，分辨率是512，这个效果呢怎么说呢，感觉有一些像 SDXL 的这种感觉啊，细腻度更高一点。另外这里还有一个模型值得一说，就是这个 1.5 的 Light， 更轻量级的一个模型。如果我们需要更强调题词，而不是说参考图，就可以选择这个 Light， 它的权重也会很低。所以这里我们即便把它权重开到1，同时我们这边输入很全面的题词，也不会影响我们这个题词的发挥。那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 Face。 那这类模型是作者早期针对于面部特征提取的一个模型，它会更细致的来观测或者是提取我们这个图像当中的面部特征。比如说我们来换一张图像，比如说头发的发型啊、发色呀、眼睛的颜色呀，以及五官的特性啊等等方面的特征啊。那么对于这个 Face 模型呢，需要我们对我们上传的原图呢进行一个更细致的处理，也就是把我们的面部呢尽量的放大，不会被其他的地方所干扰。这样的话它提取的特征更多的是面部，而不是其他地方的一些风格。这样的话我们有个比较大的面部之后呢，我们这边选这个 Full Face 模型，一样的 Full Face 是8个 token， Plus Face 呢是16个，它可能会更像啊。我们可以挨个测一下，然后把我们的这个权重回到1，把这个重绘到0，我们来生成一下。OK， 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绘制有一些过了，就是我们的权重太高了啊。Full Face 的效果不是特别的好，我觉得稍微好一点就这个 Plus， 而且它对任何的风格也是起作用的。现在我们再来生成一下，可以看到这个效果要比 Full Face 要好很多。那现在呢，我们稍微给一个提示词，这里呢我们给一个女剑客啊，有点像游戏角色，然后在竹林中，同时呢我们把它的权重降到 0.8， 这样我们就通过简单的 IPA 的 Plus Face 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达到了一个脸型特征的提取和转移啊。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其实还能给一些重绘幅度啊，这样的话呢，脸型可能和我们的模型呢会有一定的融合。如果脸型上有很多的瑕疵呢，可能是我们这个图像和模型的融合度并不是很好，也就是说模型没有办法完全还原我们这个脸型。这种情况下我们加一些这个 noise 重绘幅度呢，可以看到它的效果会更好啊，融合的效果会更好一些。那么这就是我们基础版模型到底是如何运用的啊，每一版模型的作用是什么作用。当我们了解了以后呢，之后我们稍微说一些深入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给它一张图像，那我们可不可以给它2张、3张甚至更多，对吧？那这种情况其实很简单，我们只需要将传入的图像组一个 batch 就
OK 了，对不对？那这时候我们同样选择之前的这样一个风格图像啊，我们想要这样的风格，同时呢我们想要这样的脸型，然后同样我们用这个 Plus Face 这样的方式，因为这个方式它不仅仅是可以还原脸型，用这张图像我们来看一下测试一下，它其实在我们构图比较大的时候呢，提取这个面部上的特征就会少一些了，其他方面占了更多的画幅，那平均下来呢，这个脸的特征就不是那么明显。那这个时候我们单用这张图，同时用我们这个 Plus Face 来试一下。OK，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它对于风格的提取其实是还是挺重的，对于脸型的还原呢，并不是特别的像，对吧？它还是基于下面的 IP Adapter 这样一种算法的，只是说它可能对面部呢更敏感一些，但是我们要给它一个很大的面部特征区域，它才能提取的比较准确。如果我们还是给它这样的一张图呢，它在面部上的还原并不是特别的准确。那所以说我们可以符合的这样的运用，给它一个风格，给它一个面部，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再给它一个背景，就是这样的一个古风的一个图像啊，然后我们同样对这个图像也进行一个处理。最后呢，我们把这3张图像呢组一个 batch， 第一张图像出来以后，我们找到组合批次，把第2张图像给进来，同时呢，我们再复制一个，把上面的批次和下面这张图像进行一个组合。最后呢，我们把这3张图像传送到我们的 IPA 里面来，然后最终我们在题词上稍微修改一下，我们不要它走在竹林中，因为我们这里是有一个中式建筑的背景啊，一个雪景，所以我们先不需要这些题词，先看一下它原本的一个强度是什么样，同时我们把它强度拉起来，把重绘呢降下来，来生成。OK， 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结合了这边3个图像特性的这样一张图像了。我们可以看到这当中融合更多的其实是第1张图像和最后一张最后一张也稍弱一点，因为它是背景。对于脸型和风格呢，第2张借鉴的不是特别的多，对不对？这当中其实涉及到一个这个顺序问题，可以看到这是图像的组合的一个顺序啊。所以说根据顺序的不同，它的权重其实是有一些不同的。现在我们来稍微调一下顺序，让我们第2张图像放到第1个位置，第1张图像放到第2个位置。那但是在这之前呢，我们需要打开这个展开批次，这样的话呢，它会根据我们的批次来进行权重的判断，越靠前的权重越高。那现在我们来渲染来看一下，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效果，它更多的权重呢还是我们第1张图像的一个权重，而后面的呢就会越来越弱这是一种打开批次的方式，也是一种简单控制我们图像批次风格权重的方法。那当然除了这种方式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个高级的方式来分别的控制我们3张图像不同的权重。那么这里呢，我们就要涉及到另外一个 IPA 的节点，在这里我们找到有一个 IP Adapter 一个编码 Image Encoder 这么一个编码器。那这个节点就很好理解了，对吧？我们把不同的图像传给不同的接口，比如说 A 传给1， B 传给2，那么 C 呢传给3。这样的话，在下方的这个权重控制这里，我们就可以轻易的来控制3张图像不同的权重。但是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出来的它就不是这个图像了，而是一个 embeddings 是一个嵌入组。那么这一步呢，它其实是单独用 Clip 模型图像识别模型为我们这一组图像呢进行了不同调整的编码，同时呢这个 noise 呢就从我们之前的这个应用这个地方挪到了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来设置我们的 noise。 接下来我们直接把视觉编码这个模型挪过来，同时这边的输出呢，我们就不是给这个 IP Adapter 的应用了，而是给以编码的应用。我们找到 IPA， 在后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以编码的一个应用，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输入项就不是图像了，而是一个 embedding 的组。然后我们把这个模型呢挪过来，主模型的管道呢输入过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代替我们原本的 IP Adapter 的应用。到这一步呢，我们稍微调整一下它的提示词权重。那这里要注意的是，如果我们上面使用的是 Plus 的模型，不管是 Face Plus 还是 IP Adapter 这个 Plus 模型，下面这个地方我们要开启这个 Plus 功能要不然会报错。那现在我们来重新运行。好的，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稍微调整过权重以后，这张图像呢就结合了这3张图像的不同风格。可以看到这个背景并不是我们要的，所以说我们可以把背景的权重再提高一些，然后把第2张的特征呢我们可以再降低一些第1张的特征我们可以保持。可以看到我们用的是这个 Plus Face 所以说它对于脸型的掌控会比较好，而对于其他部分的特征体现呢，它不是特别的明显。那么如果当我们把这个地方修改成 1.5 的 Plus， 那你会看到它对于3张图像的风格融合就会更好一些。之后呢，我们稍微加一个提示词，
子美丽的东方女性。同样这个权重呢我们可以稍微降低一点，那这样的话它会往我们题词想要的一个方向去偏一些，那这就是一个多图融合的一个方式。那对于多图来说呢，我们要知道不同的图像它有不同的特征和特点，那对于重复的图像呢其实并没有意义。比如说我有很多人脸啊，都是一个正面的脸，那这些脸的特征都一样，都是一个人，那没有意义上传那么多，只需要一张就够了。其他方面的图像也是啊，因为图像越多呢，它会增加我们这个编码时间。那对于我们已经有了组合图像，比如说现在我们有这样一个很好的组合，同时我们想进行批量的生成，来凑一些比较不错的效果图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对这个 embedding 可以看到啊，我们最终输出的这块是个 embedding， 我们就可以对这个 embedding 进行一个打包和储存。我们拖出来以后可以看到有一个保存 embedding， 这样的话呢，它就会把我们这3张图像所训练的 embedding 呢保存到我们的目录里面来。保存在哪里呢？我们现在先关闭采样器，直接让它生成一份 embedding， 我们直接点击。那现在我们来到文件夹，输出文件啊，就是 output 里面会多一个 embeddings 文件夹，在这个文件夹里呢，就是我们的 embedding。同时我们把这个文件夹，就整个这个文件夹 Ctrl+C 拷贝到我们的输入文件夹 input。拷贝到这里，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来读取我们的 embedding。我们直接右键一样 IP adapter， 我们找到读取嵌入组loader embedding 这样一个节点，刷新一下，找到我们刚才第2个 embedding。那这就是我们用这3个图像合成出来的 embedding， 之后直接将这个 embedding 传入到我们的 IP adapter 的应用。所以这个时候呢，之前所有的内容我们就都可以删除掉，我们直接通过这个 embedding 来渲染。那么这样一种方式呢，其实就和我们上一期所讲的内容结合起来了，对不对？这也就是个 embedding 的训练过程，所以作者呢把它称之为一键 LoRa 其实不是 LoRa， 它就是个 embedding， 只是说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呢，能简便快捷的训练我们所需要的 embedding， 同时呢来利用 IP adapter 套用我们之前已经编好的 embedding 的风格。那么这就是 IP adapter 图像 embedding 的一个原理，底层原理和我们这边直接套用题词 embedding 是一个道理了。那当然，当我们已经打好 embedding 这么一个组以后呢，图像的权重就没有办法调整了。那么另外这里说这个问题啊，如果在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报错后台啊，可以看一下我的报错后台，如果和这个报错后台是一模一样的话，这是精度的问题。我们可以找到我们的 ConfigUI 启动文件，加一个启动参数，比如说我用的是官方原版的这个 ConfigUI， 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右键来编辑这个启动文件，在启动文件这里呢，我们加一行这个精度设置加好这个以后呢，我们来关闭了，重新启动我们的 ConfigUI，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它就正常渲染了OK，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一期关于 IP adapter 它的原理和基础的运用方法。那 IPA 的内容呢还远远不止于此之后我们可能还要连续分享2到3期它的相关内容。那么如果本期内容对大家有所帮助的话，就千万不要忘了点击系列按键来支持欧阳一下了。如果对 ConfigUI 感兴趣的朋友，也千万不要忘了关注欧阳这一个系列教程了。大家的支持呢才是欧阳更新的动力好了，那我们这期就到这里，下期再见。